这是700的正版 Alpha Max 布衣迪迦奥特曼复合型，它旁边这个是200牛皮纸厂盗版的 Alpha Max 布衣迪迦。正版和盗版价格相差那么多，有什么区别呢 ？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想得啥对比啥系列。最近我在某多多上居然看到了号称这牛皮纸厂出的布衣迪迦呀。那牛皮纸厂你们应该也是知道的，之前出那些盗版的 SHF 做的非常好啊。不过作为盗版的布衣产品，它居然卖200块，我因为好奇心，所以就买了回来。在本期视频中出场的正版的 Alpha Max 迪迦呢，是老魔王 WCY 借给我拍的，在这里特别鸣谢一下。但是老王借给我的这只 Alpha Max 迪迦呢，是换过第三方头雕的，所以说看起来更帅。本期视频仅供娱乐，纯主观分享，大家有任何不同的想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里面友好讨论。首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外包装，正面的迪迦大头照是正版的要来的更明显一些的，盗版的太淡了。盗版这个包装盒就是完完全全仿造正版的嘛，但是正版右下角这里有一个防伪贴纸，盗版是没有的。从侧边来看，盒子的厚度是正版要更厚一些的，反正包装盒的图案是盗版的要更糊一些的。背面的这些产品 pose 图也是一样的，这个盗版还把包装盒背面的这些日语信息完完全全抄了过来啊。但是正版这里是有防伪标的，盗版没有哦。包装盒的打开方式，内容物分为了上下2层，正盗版都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哦。在最底层，正版和盗版都放了产品的说明书，拿出这2款模型的主体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对比。首先是身材，这个外观一眼看过去，毫无疑问肯定是正版做的更好的。虽然说不是100%还原皮套演员的身材比例吧，但起码看的还算顺眼。而盗版的这个身材做的太怪了，面具和脑袋的契合度也不是很好啊，跟驼背似的。不过盗版的布料手感摸上去和正版的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拉近镜头给大家来看一下胸甲的细节，盗版的胸甲和胸灯明显是要更粗糙的。给大家来看一下正版的原配头雕啊，正面看着还原度还是比较一般的，但是从侧面看真的很绝啊。正版只能说有个70%的还原度吧，而盗版的头雕跟迪迦有半毛钱关系啊，细节锐度完完全全的不够，眼睛都缩进去了。迪迦怎么说也是把颜值写进设定的奥特曼啊，你这样黑他真的有意思吗？盗版。而且更逆天的是，我在掰动这款盗版的时候，发现它的胸甲都没有贴合好。正版和盗版都是可以发光的，头部这里是开机键，是磁控灯组，用他们这个配件里的神光棒点亮就可以了。正版的发色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也没有漏光。再用神光棒触碰一下，可以让它闪红灯，再碰一下就可以关灯了。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盗版啊，你在光线下乍一看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呢？而在暗光环境下，它的发光效果是这样的，傻服盗版这个漏光成啥了呀？还是正版的好啊，不至于漏光。盗版的把玩掰动手感呢也是怪怪的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反正手感非常诡异。正版的把玩手感咔咔作响，还是很舒服的。哎呦，小心点掰呀，毕竟是别人借我的呢。但是正版的有一个设计缺陷啊，就是放的时间长了，把玩时间久了，它这个脚是会松动的。我感觉盗版也会有这个问题，毕竟本来就是翻模正版的嘛。正版的配件不是很多，2对半的替换手型、栽培疗光线和栽培疗光线蓄力特效件一个地台。而盗版的这些配件呢，就完完全全是照搬正版的，没啥好说的。给大家来看一下区别比较明显的栽培疗光线特效件，上面是正版，下面是盗版，发色质感就不一样啊。正版的这个光线特效件是偏硬的，盗版这个太软了，都能弯曲成这样。你还会发现正版的这个特效件是带了一个手型在上面的，而盗版的特效件是和手型分离的，根本对不上去啊。所以说盗版还不能用这个栽培疗光线特效件了，除非你用蓝丁胶来固定它。来看到地台上的小神光棒细节，这个小神光棒呢就是点亮它们用的了，神光棒都是固定的展开造型，漆面的话明显是盗版的更粗糙哟。这正版和盗版的地台也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磁吸的设计，可以让迪迦奥特曼站上去。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，正版的这个 Alpha Max 迪迦在今年的第4季度会迎来 2.0 版本，新版本会做到一些全方位的升级。想买正版的布衣迪迦复合型，我的建议就是等今年第4季度的 2.0 版本了，视频中展示的 1.0 版本就不推荐了呀。而这个盗版的呢，我都已经在怀疑它到底是不是牛皮纸厂出的了呀，我感觉很大概率是冒充牛皮纸厂出的，因为牛皮纸厂的头雕能有个正版80%的水准，而这个盗版的布衣迪迦的头雕做的真的太堂了，各种细节也糊，关键是它还卖你200块，你卖个100块我都不多说啥了。最后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，各位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